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我们在医院工作，最近常会听到电话的询问是：什么是 DNR？ 那个是什么样的諮商？不要被电击急救的那一个要花多少钱啊？这个问题有不少的民众打电话来询问。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可以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是 DNR， 另外一个是预立医疗照护諮商，简称为 ACP。这2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哦。前面我们有讲到不少有关于DNR 的影片，可以在我的频道中播放清单，里面有安宁缓和医疗的影片，上面有连结放在影片的上面，请点选资讯卡，有充分的说明。那我们来讲第2个部分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 ACP。ACP 是预立医疗照护諮商的英文缩写，是指病人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、亲属或其他的人士进行一种沟通的一个过程。在讨论病人处于特定的临床条件下，意识昏迷或者是无法表达，医院这个时候对于病人应该要提供什么样的照顾方式，以及病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什么样的维生医疗，什么东西要，什么东西不要。维持生命的治疗与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的部分也是一样，是一种讨论的一个过程，这叫做预立医疗照护諮商，简称 ACP。ACP 的参与人有，第一个当然是有意愿的意愿人啊，第2个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，这个在医院跟诊所是有所不同的。在医院通常会有3个职类的人参加，第1个当然就是医生，第2个通常是护理师，第3个是医院薪水最少的社工师，当然有些是临床心理师。如果在诊所只需要2个职类，其中1个一定是医生，另1个有可能就是护理师，因为诊所通常没有社工师。第3个是有意愿人的2等亲内的亲属，至少有1个要来参加，或是医疗委任的代理人，如果有指定的话，其他的是朋友。ACP 在某些特定的临床条件下才会开启你的医疗决策。所谓的特定的医疗，是指所谓的特定的临床条件，是指生命的末期与其他的4个临床条件，不可逆的昏迷、永久植物人的状态，或者是极重度失智，以及政府公告的重症病人。医生依病人签署的预立医疗决定，这个英文简称叫 AD， 里面的内容可以拒绝或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，或者是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这3个部分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在生病前，
我们要为自己的医疗做决定，发生与预立医疗的决定。这个有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到医疗院所完成预立医疗的咨商。第二个步骤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，这个部分叫 AD， 在见证栏上面要有亲友的签名。第3个步骤是预立医疗决定书完成之后，要到医疗院所扫描上传。上传后需要注意下列的事项。第4个步骤，预立医疗决定书的生效注记是在健保卡中是否有完成。完成上面的4个步骤前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，在许多医院是所谓的自费门诊，就是健保没有给付，需要你自己掏钱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咨商的过程。目前有许多单位有推出免费的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的服务，不过绝大部分都是需要付费的。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